海童姐，真是你呀！我刚才看着你的背影很像，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念生，我这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忽然就不动了，电量还是满格的呢。海童姐，我不懂修车，也不知道你这车是什么问题，要不我帮你打电话叫人来拖去修一修，你先坐我的车回家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大少爷，那个女的好像大少奶奶。张念生，海童怎么和他在一起？送我去明月花园。念生，今晚谢谢你。小事一桩，海童姐已经说了好几次谢谢我了，真要谢谢我，改天有空请我吃饭如何？行，改天和你表姐一起请你吃饭。就不能只有咱们两个吗？也行，你怕你姐唠叨你是吧？张念生笑了笑，算是默认了。门被反锁了，战印是不是以为我在家？海童语音电话打了半天，战印才接听。战先生，你睡了吗？有事。你把门反锁了，我进不去。我以为你今晚去住高级酒店。啥？战先生，你能先开一下门吗？哦吼，不说话是吧？战先生想让我去住高级酒店也行，反正我随时都带着你给我家用的那张卡，我就去住管城大酒店，刷家用卡。等着。战先生，你今晚说话阴阳怪气，夹枪带棍的，我想知道我哪里又得罪了你，有问题当面谈，别带着问题过夜，每天给我脸色看，要是天天把我挡在门外，我可以搬出去住，这房子是战先生的，你的房子你做主。你今晚是怎么回来的？什么？谁送你回来的？海童，我们已经签了协议，只需要半年时间，我们便能离婚。你等我们离了婚再找下家不行吗？非要提前找？现在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你找下家就是给我戴绿帽子。虽然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可能爱上你，但是男人，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不喜欢戴绿帽子。战先生长着一张喜欢胡说八道的嘴，该砸缘由不问，就靠你那脑瓜子胡思乱想，瞪什么瞪？比眼睛大，我也不见得输给你。我的车骑到半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动了，恰巧遇到了张念生，他是我好友沈小军的亲表弟，我和他认识的时间比你长，可以说他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他帮我请人来拖车去修，再送我回来，我们行得正，坐得正，光明正大的，怎么在你嘴里说出来，我们俩反倒像是偷情的人，见不得光，都说自己内心黑暗的人，看别人也是黑暗的。战先生是不是在外面彩旗飘飘，让我头顶上变成大草原，所以就这样看我？战印一时竟然无从反驳。战先生，当初领证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又不逼婚，用得着领了证后一副我占了你大便宜的吗？协议是你写的，我半句不提意见，你让我签，我就签了。你愿意在离婚后分房子和车子给我，那也是你的事。既然你把我想成了心机女，图你的钱，我不收下你的房子和车子，我还亏了呢。战先生总以为我想找好下家，婚内出轨，给你戴绿帽子。上次我陪小军去相亲，你看到我和蓝先生坐在一起，也是那样想的吧？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在吃醋呢。放心，我不会吃醋。你刚刚那样子挺像吃醋的，浑身都冒着酸气，酸溜溜的，面条里加醋的味道都不够酸。这是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，我又不喜欢你，更不爱你，怎么可能吃醋？你只要不是婚内出轨，我管你和谁在一起。要说企图的话，这就是我对你的企图，图你有套房，可以让我免费入住，省下一笔房租，更能让我姐放心，我也不会婚内出轨。用你刚才的话说，半年后咱俩离婚，你真要赔我房子车子的话，我就住着你给我的房子，开着你给我车子，光明正大的去找男人，不香吗？何苦被你说我婚内出轨？海童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你直接跟我说，别像刚才那样反锁着门把我拒于门外。像你这种性格啊，以后娶了老婆是很容易闹矛盾的。要是你老婆也像你一样的性格，你们夫妻俩分分钟陷入冷战期，早晚得离婚。我娶了老婆，你的性格和我不一样。你以后的老婆不会是我，我是说你以后的老婆。我没有喜欢的女人。正常，就你眼睛长在头顶上，看谁都在算计你的心态。你能娶到我为妻，那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娶了你，我家祖坟都起了大火，快要炸裂了。没见过这般自恋的女人。行了，解释清楚，咱们误会澄清，睡觉。海童，早上好。早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你要是实在觉得无聊，就去扫扫地吧，一会吃饭。好。你不吃饭看我干啥？想看我就光明正大的看，不用偷看的。我知道我长得很漂亮，去选美至少能得个亚军。我以为你会说你能得冠军呢。为人要谦虚，就算有拿冠军的本领，也不能明说。等会儿我送你去店里。我到外面去蓝亮计程车就行。又不是很远，我送你到店里再回公司也不碍事。我在公司里是很自由的，晚点到，早点走都可以。那行，吃完了就出门。上班高峰期容易堵车。就在这时，海童的手机响了。海童姐，早安。这么早就给姐打电话，有事？
海彤姐，你吃早餐了吗？我去接送你上班吧，顺便请你吃早餐。要不你去我也可以。不用了，我快吃饱了，我自己做的早餐，等会我老公送我回店里，你不用大老远的跑过来。那好，海彤姐的车子修好后，我让人给你送到店里去。海彤刚放下手机，铃声又响了起来。海彤，我是你大哥。你是我哪门子的哥？我没有哥。我是海志明，你大堂哥。有事？奶奶生病了，该来，所幸是早期，医生建议去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。你们姐妹俩都在市中心安了家，也清楚市里的情况，你去帮奶奶挂个号，安排，我们等会儿就出发，送奶奶去市里的医院，这样奶奶到了就可以马上入院治疗。听说要预交定金的，你记得把定金也交了。虽说你爸妈不在了，爷奶你们也有份儿的，多年来你们也没有给过赡养费，现在奶奶病了，你们姐妹俩就包了你奶奶的医药费，当是补上多年来的赡养费吧。海先生，我记得你比我大了12岁，15年前我爸妈车祸死亡时，你已经22岁。当年爷奶分赔偿款的时候，你可积极了。难道不记得我姐妹俩给爷爷奶奶的赡养费是一笔结清的吗？你们用爷爷奶奶分给你们的15万块钱建了一栋新房子，那10万钱可是爷爷奶奶的赡养费，我爸妈用命换来的钱，你们享受了，还好意思指责我不给赡养费，好意思让我补上？也是，你们脸皮堪比城墙厚，怎么会不好意思呀？海志明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我不管。别说我现在没有钱，就算有钱，我也不可能为那个老太婆垫上医药费。彤彤，你不要再接他们的电话，赶紧把他们拉黑了。这些人就是吸血鬼，你一旦妥协一次，就别想甩掉他们。姐，我已经把他拉黑了。彤彤，晚上叫上战印一起过来吃饭。我姐说晚上去她那边吃饭，你有空吗？姐叫我们过去吃饭，总要给姐面子的，你答应姐姐就行。你和你老家的人关系很不好。是不好，我10岁的时候，我父母便出了车祸，双双身亡。我爸家的亲戚以及我妈那边的亲戚都没有人想着照顾我姐妹俩，但我父母的赔偿款拿到了，又一个个来分钱，兄弟叔侄这些是没有资格来分的，便都是唆使着老人家出头。我爸是排行第4的，我爷爷奶奶本就不太疼他，更偏爱着我叔叔伯伯他们，眼见赔了一大笔钱，为了多分点钱，他们当年说出的，以后他们养老送终都不需要我姐妹俩出钱出力，分走了60万，也签好了协议的。我父母离世前刚建好的2层楼房，爷爷奶奶也住了进去，说什么我父母不在了，那房子就是他们的了，说我姐妹俩都是女孩子，长大是会嫁人的，不能分房子、地基什么的。当时我们年幼，又无人支撑我们，房子就这样被爷爷奶奶住着了。我姐妹俩在学校放长假时才回去住一住，却要挨白眼，看脸色，好像我们是回去跟他们抢房子似的。我姐说，那房子的房产证是我爸妈的名字，等2位老人家100年后再回去打官司要回房子，绝不便宜叔叔伯伯们。到时候打官司要是有用的找我，需要我帮忙的，跟我说一声，我认识很多当律师的人。谢谢，到时候真有需要再找你帮忙。你母亲的娘家就没有为你们出头过？我妈命苦，是被人收养的，还是被转手无数次，最后才被我外公外婆收养的，不是亲生的。想他们多尽心尽力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只觉得把我妈养大了，还没有享受到我妈的福，我妈就死了，他们太亏了，赔偿款他们也要走了40万，我姐妹俩只余下20万，谁会替我们姐妹俩考虑？谁会替我们撑腰？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，一个个都生怕自己吃亏了，要不是村干部还有点良知，死活不同意，那一笔赔偿款，我姐妹俩可能1分都拿不到。想起往事，2行泪从她的眼角滑落。如今我奶奶病了，说是肝癌早期，要来市里的医院住院，我那个大堂哥还好意思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安排，还叫我出医药费。治癌症的钱，谁都知道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就算我有，我也不会出。凭他们当年那样对待我姐妹俩，我就不愿意出这笔钱，顶多就是给他1000块钱买点好吃的，多1毛都不会再给。要是不甘心，就1分钱都不要给。你给了钱，他们不会感激你，只会说你小气，说你不孝。给多了，你自己又难受。明知道是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就不要做了。管他们怎么说，当年他们不仁不义在先，别被他们道德绑架了。战先生，你说的对，我就听你的，1分钱都不出了，管他们怎么说我。你先去上班吧，到公司了，给我发个信息。好。你的电瓶车呢？还是以后都由你老公来接送你？看得出来，你们夫妻俩相处得还算融洽。还算融洽。我的电瓶车昨晚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半路上突然就跑不动了，好在遇到你表弟，念声叫人帮我拉去修了，他又送我回家。下次有空叫他出来，我请他吃饭，你作陪。一点小事情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小事情也是他帮了我，得请他吃饭，不用欠人情。那行，
你什么时候安排好，我一定作陪吃饭，不用我出钱的事儿，我是最乐意去做的了。这么着急找我有急事吗？苏南，你能帮我调查一件事吗？瞧你说的，我都不知道帮你调查了多少件事，多一件不多，少一件也不少。想让我帮你调查什么事，尽管说吧。我奶奶整天唠叨我娶她救命恩人的事，我跟你说过的。你对你老婆感兴趣了，想让我帮你调查一下她的过去。也不能说是感兴趣，就是觉得既然是夫妻了，总要知道她的一些事情的。你帮我把她的家庭背景查清楚就行。其实你可以通过相处，慢慢从她嘴里问到她的家庭情况。她近期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，我提前弄清楚前因后果，便可以帮到她。怎么爱上了？这么快就知道护着了？不管我爱没爱上，她现在是我太太，哪怕是名义上的，也是我战印的女人。有人欺负她，我自然要护着的，不是护她，是护着我战印的颜面。自欺欺人的说法。苏南，好，不笑你了，你是为了你的尊严，为了你的面子，请我帮你查查吧。你老婆叫海彤是吧？其实你可以让陆东明帮你的，我是你的总特助，主要负责公司的事情，平时忙得像拉磨的驴，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，这种小事情还让我去做。那你现在先喝杯水吧，免得说你忙得连杯水都没时间喝。我进来都做这么久了，才想到让我喝水。我以为你不渴，你要是渴了，自己会倒水。咱俩是什么关系？你在我面前客气过吗？东明嘴巴没你那么老。那倒是，陆东明有时候嘴巴太多。谁又在说老子坏话？记得帮我把海家所有人的资料都查清楚。还有其他事吗？没有了，你回去做事吧。等会，苏南，你要是误会了一个女孩子，怎样道歉？你的嘴巴生来干嘛的？用嘴巴说对不起，这样道歉还要我教你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问我要不要送点礼物什么的吧？女孩子嘛，喜欢的无非是花呀、珠宝呀、香水、护肤品什么的，你随便送一样给她，她心里就有数了。没你啥事了，回去干活吧。晚上你去和明总谈一下合作的事，我晚上没空。你怎么又没空了？干啥去？你该知道，成了家的男人不能一心扑在公司上，那样很容易被戴绿帽子的。老公，怎么了？你去买菜了吗？还没有，刚出门。你今天想吃什么菜？多买点好吃的回来。我爸妈、我姐他们要进城，我姐喜欢吃海鲜，你多买点海鲜。我妈喜欢吃牛肉，你也买点。海鲜很贵，你姐来了都要吃大虾、面包蟹，一次性还要吃好几只。牛肉也贵，现在都要60元1斤了。我平时买点牛肉给杨洋吃，都舍不得多买。我叫你买你就买，哪来那么多的废话？还有，你上次买衣服花了我给你的生活费1000多元，今天买菜的钱你不能再刷那张卡 AA 制，你得补回给我才算公平。周红林，我现在虽然不上班，但我在家里照顾你儿子，打理这头家，让你无后顾之忧，在工作上才能奋斗出成绩，升职加薪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现在不能去上班，你要坚持跟我 AA 制。你是想逼死我，还是逼着我出去上班？行，你让你爸妈带孙子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孩子是你生的，凭什么让我爸妈带孩子？我是说，孩子是咱们夫妻的责任，得我们负责。我爸妈好不容易把我姐弟俩养大，正是该享清福的时候，别麻烦老人家。你又不是没有钱，上次你刮花人家的豪车，都有钱赔给人家，少跟我喊穷了。你没钱就跟海彤拿点，等洋洋上幼儿园了，你再去上班赚钱还给海彤。海玲被丈夫的话气得半死，她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AA 制是吧？那以后就明算。不认识了。是太意外了，你怎么会过来的？你吃过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再帮你叫一份。我吃过了，以后按时吃饭，别饿坏了胃，调养起来很麻烦。你快吃，吃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？这么急的吗？到了你就知道了，我先去车上等你。买车，我的电瓶车修好了，念生已经安排人把我的车送了回来，就是一条线不知道什么原因断了，才会开不动。我3点要开会，你速战速决，看好了，我付了钱就要先回公司。我要是看中一辆好几十万的呢？贵的车首付都贵，你平时开的那辆多少钱？我买和你那种一样的牌子吧。你喜欢黑色还是白色？黑色的吧，白色的不耐脏。好，不是说只给首付吗？你挑的车不贵，可以全款就全款。等回家我转钱给你。不用。无功不受禄，战先生，你能告诉我忽然送我一辆车的原因吗？你不说清楚，我用着都不能安心，怕自己欠你天大的人情。昨晚，我误会了你。你觉得误会了我，对不起我，然后就突然送我一辆车，当时赔礼道歉。昨晚咱们都说开了，你也向我道了歉。虽说我当时是真的很生气，后来也好了，你不用大手笔的送我一辆车赔礼道歉的。你有了车也方便些。这车真要买下来，钱我还给你，否则我不买了。更何况战先生说过半年后离婚，不必如此。我要开会先回公司了，你开车回去注意安全。
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气我跟他分得那么清吗？明明是他说过半年后就离婚的，当然得分清楚一点，免得离婚时还要我赔偿这赔偿那的，破坏心情。你们夫妻俩刚才是去买车呀？我还以为是去酒店了。你小说看多了吧？我也没想到他是带我去买车，而且还是全款。海童，可以呀，这么快就拿下了战先生的心，让他大手笔的送你一辆车，我就知道你哪怕是闪婚，也能迅速的拿下对方的。咱们的彤彤这么优秀，要是战先生不动心，他就是睁眼瞎。你想多了，昨晚我让念生送我回家，被他知道了，他误会我给他戴绿帽子呢，我们差点吵架了。解释清楚后，他觉得误会我了，才会想着送辆车给我赔礼道歉的。小军，我们这么熟，我和战印的事，也就是跟你说了实话，我姐我都没有说。也不瞒你，周六那天见了家长后，当晚战印就拿了一份协议让我签。海童随即把协议内容大致和小军说了一番。海童，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？战先生也说了半年时间，你们要是不会爱上彼此才会离婚，你就不能努力一把？你也别怪战先生撇下你就走了，他虽说是送一辆车给你，当作是赔礼道歉，对你也是有点改变的，否则他一句对不起了事，或者送你一束不值钱的花也可以解决问题，何必大手笔送你一辆车？在没有感情的前提下，就算是夫妻，我也不想欠他太多，不过他比我姐夫好一点，家里的生活费用都是他出的，并没有与我 AA 制。买车我自己也买得起，这买车的钱我晚上再转还给他，否则我开着都不安心，总觉得这辆车是一枚定时炸弹，说不定哪天就爆炸了，把我炸得粉身碎骨的。也好，你是个独立自强的人，战先生那样质疑你，先入为主的把你当成心机女，你这样做也能用事实证明你并不图他什么，不是个心机女。我是第一次去姐姐家里吃饭，该买点东西过去。你姐姐姐夫都喜欢什么？给杨洋买一样玩具，我姐夫抽烟的，给他买2包烟，然后买点水果就行了。去哪里买？附近有个大商场，咱们进去逛一下就能买到。战先生，在我搬进来之前，你是不是一直没有住进里面？我发现你对周围的环境一点也不熟悉。这套房子我是早就买下来了，不过放着通风透气，所以我之前并没有住在这里，而是和父母一起住。咱们领证后不好再和我爸妈弟弟们挤在一起，就搬进来住了。你们家房子很大吗？我们一大家子都还住在爷爷奶奶名下的房子，过段时间我再带你回去看看。要回去的时候你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得做好准备。好，怎么不接？可能是我那些极品亲戚。接一下便知道是谁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犯不着怕他们，有我呢。一句有我呢，顿时让海童心里生出了暖意。他在心里给战印加了几分，便接听了陌生的来电。海童，是我，爷爷。你哥上午不是打电话告诉你奶奶生病了，要来市区的医院住院吗？让你帮忙挂个号也不挂，我们大老远赶过来，还不能住进医院里去，还得重新做一番检查，说什么确诊了才能住院。你和你姐现在住在哪里？我们去你们以前住的地方也找不到人，说你们早就搬走了，搬走也不跟家里人说一声。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长辈亲人吗？我们来了不少人，现在都没地方住，你赶紧的把你现在的住址发过来，我们过去住上2晚，给我们准备好晚餐，我们都还没有吃饭呢。你要是嫌弃我们人多，吵着你们了，你就给我转钱，让我们去住酒店。你们是怎么来的？坐公交车还是开私家车？你几个兄弟各开一辆车，载着我们过来的。对了，你记得帮你兄弟们报销一下油钱路费啥的，这来一趟得花不少钱呢。你和我奶奶还有那一群孝子贤孙近年来是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呀？海童那个贱丫头居然敢挂我电话，她估计把我的电话都拉黑了。以为挂电话就能1分钱不出了吗？志明，你知道海童姐妹俩在哪里上班不？能不能想办法把他们逼出来，然后让他们出你奶奶的医药费？还有咱们一大帮人在市里住着照顾你奶奶，也需要不少钱，这些钱都让他们姐妹俩出了。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有办法逼得他们老老实实的主动来找我们，并给钱。姐，彤彤，你们来了，又不是外人，叫你们来吃饭，还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，多破费呀！姐，一点水果而已。姐夫还没有回来吗？杨洋呢？你姐夫还在回来的路上，应该快到了。杨洋在楼上，我公婆和大姑姐一家子都在，有他们看着杨洋，我才能下楼扔垃圾。走上楼吧。妈妈抱，妈妈抱，我要洋洋手里的飞机。海玲，叫杨洋把飞机给我小宝玩玩，我们小宝是来当客人的，杨洋该让一让我们家小宝。海童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你先生吧？周姐姐，
好久不见，这位是我的先生，姓战，长得真是俊呀，气宇轩昂的。战印并不说话，把买来的东西放在茶几上。周姐姐眼尖的看到了有新玩具，手快的去打开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套新的玩具。宝宝，别哭了，咱们玩新的玩具，不要杨洋那把破玩具枪了。战印眼神阴沉的看着周姐姐，俊脸也绷得紧紧的，那严肃冷冽的气息散发出来，一下子就让屋里的气氛凝固起来。宝宝听话，等会儿爸爸就带你去买新的玩具，给他玩吧。我买了很多新的玩具过来给杨洋的，杨洋也不缺这一套。周红林很快就回来了，他回来后，海玲便招呼着大家吃饭。姐，我和战印都不是外人，吃家常便饭，不必买那么多海鲜的。你姐夫让我多买点的，你也知道他姐姐一家子都爱吃海鲜，他们在自家里舍不得吃，每次来这里就点名要吃海鲜，还专挑贵的。我那婆婆又要吃牛肉，凭什么我出钱买的都让他们吃了，我中午愣是不做给他们吃，放在冰箱里，今晚才做的，等着你和战印过来了一起吃。饭后，战印便想离开，海童只得陪着丈夫一起回家。海玲，你没看到桌子还没有收拾吗？还不把餐桌收拾干净？你说的以后咱们 AA 制，今天买菜买水果花的钱，算是补回了我上次用生活费买衣服的钱，但家里的事情咱们就各干各的，以示公平嘛。我已经收拾了我和彤彤夫妻俩的碗筷，余下的是你和你家人的，你爱收拾就收拾，不收拾明天你继续用，我也管不着。海玲呀，红林每天都要上班，工作又忙又累，赚钱养着家，养你和洋洋，你是他的妻子，理应把他照顾好，家务事怎能让红林去做？就是你又不上班，不过在家里带洋洋，吃穿用住花的都是红林的钱，你还好意思让红林做事？我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在家里全职带娃，靠着红林养着，他却要与我 AA 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行， AA 制就 AA 制，不管是家用还是家务事，都得 AA 制，各做各的。你们不是说我在家里带娃很清闲吗？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做吗？那我就不做了，让红林知道这个家不是自己变得干净整齐的，她的脏衣服脏鞋袜也不是自动变干净的。海玲提起妹妹夫妻俩送来的东西，径直回房里去。反了天了！红林，你想做什么？洋洋还在里面呢，别吓着洋洋，要教训他，等洋洋睡着了再说。还有，你下手的时候别往明面上下手，让海童看到了，那丫头肯定会来找你算账的。她那个丈夫一瞧着就不是好惹的主。我夫妻俩的事要他们管，海童敢打我不成？她那个老公不好惹，我周红林就好惹了。红林，妈说的对，你就算要教训海玲，也别吓着洋洋了。海玲真是的，你好吃好喝的供着她，她不知足，还好意思让你做家务事。你姐夫下班回家后，连洗脚水还是我给你姐夫准备的呢。这男人在外面拼事业赚钱，我们做女人的就要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再让老公干家务活，这种妻子就是不贤。等洋洋睡着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，竟然给我脸色看，敢让我洗碗。红林，你外甥外甥女很快就要小升初了，我是想让他们在市里上初中的，你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转到市里的小学，然后住到你这里来，先在市里的小学念上1-2年，这样升初中就容易些。你这里离学校又不远，说是学区房都不为过的，平时就让海玲照顾一下2个孩子，给他们洗衣做饭就行，伙食费。姐，那是我亲外甥女外甥，不用给伙食费了，我找人帮2个孩子办转学手续，转过来读，每天上放学就让海林去接送，反正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。红林，这件事你还得和海玲好好商量一下，怎么说这个家她也有份的，我听说并不是在这里上小学就能过来念初中的，还得户口迁过来。对哦，妈提醒了我。红林，要不我把2个孩子的户口转到你们家的户口本上，或者你把房产证先过户到姐的名下，等我2个孩子毕业后再迁出户口，或者再把房产证过户回你的名下。等会儿我跟海玲说一声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不过妈说的话也对，她也有点范儿。再说了，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做饭给孩子们吃，还得她去做，总要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。姐，到时候我夫妻俩商量好了，就给你电话，放心，不会让我外甥没好学校读书的。等会儿你还是别和海玲闹了，夫妻之间略有点矛盾很正常，你们又是多年同学，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你就别和他计较了。红林，你姐说的对，你别老是说教训海玲的话，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沟通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你看看我和你妈几十年的夫妻了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妈动过拳头的。那是我妈贤惠，海玲怎能和我妈比？她是越来越过分了，1分钱不赚，
在家里带个孩子好像就得了天大的功劳似的。我说 AA 制不过是想省点钱，他花钱历来大手大脚的。爸是不知道，我一个月给他3000生活费，他一天就能花掉1000多。这也是妈和姐让我要与他 AA 制的，不这样做，他也不会想办法去赚钱，也不知道我赚钱辛苦。他倒好，居然在家务事也要与我 AA 制，他就是欠收拾。人被逼到绝路时，总会想到出路的。他在家里带着孩子，也可以兼职做些事情，赚点生活费。不过你别老把收拾他的话挂在嘴边，夫妻是要过一辈子的。你们才结婚几年啊，就开始打架，什么时候能到老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今晚不收拾他便是。海童夫妻俩买了很多东西过来，刚才海玲一气之下就把东西都提进房间去了。我看过了，里面都是好东西呢，有好烟好酒，你拿点给你姐夫。海玲又不抽烟不喝酒，你也不缺那点东西，倒是你姐夫平时舍不得抽支好烟，还有爸都没有喝过什么好酒，你把酒给爸。姐，小你说的那点东西你们看上了尽管拿去，快去睡觉吧，明天晚上我不应酬，开车带你们出去兜风。海玲，有件事跟你谈谈。什么事儿？我姐说要把她大的2个孩子转到市里的小学读书，到时候也在市里上初中，住在我们家里。你以后帮忙接送一下2个孩子，给他们做饭吃，反正你每天也要做饭的，不过是多添2双碗筷。生活费的话，我可以每个月多给你1000块钱，2个孩子也吃不了多少，每个月多给你1000元也够的了。咱们这房子算得上是学区房，不远处的管城2中是重点中学之一，到时候把孩子的户口也转到咱们家户口本上，要不就把房产证先过户给我姐，等孩子毕业了再把房产证转回我的名下，那是我亲姐，咱们也信得过，不用担心她以后不还房。周红林，我现在在家里带咱们的孩子，你都嫌我只知道吃，只知道花钱，不会赚钱的没用之人。那是我生的，为了我儿子好过点，我忍了。但你姐的2个孩子与我无关，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可能帮她带孩子。还有，你让她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，影响到的是谁？是咱们杨洋以后读书的机会。房产证过户给你姐，那证上本没有我的名字，你要过户，那也是你的事，将来拿不回房也是你的事。但有一点，你在过户给你姐之前，你必须把我花在这里的装修费还给我，我怕到时候房子成了你姐的，我花在这里的装修费1分都拿不回来。我都答应多给你生活费了，还不行吗？你本来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做饭的，带1个也是带，带2个也是带，他们又有10岁了，懂事了，平时不用你怎么带，只要辅导一下功课就行。你要是觉得1000元不够，我再多给你500，1500总行了吧？孩子的户口迁过来怎么影响了咱们洋洋读书？洋洋才多大？上小学还早着呢。我亲姐，我信得过，她以后不会不还房的。什么装修费？这房子我花钱买下来的，你也住在这里，你花点装修费不是应该吗？也好意思跟我要回装修费？没有。周红林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那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帮你姐带孩子，更不可能辅导她孩子做功课。你真要把你外甥接过来又加钱的话，那你把我当成家庭老师来算工资吧。1个孩子每个月给我5000元，2个孩子1万元，钱到账我就给他们做饭，接送上下学，再辅导功课，否则免谈。我这样的收费还是看在她是你亲姐的份上，以我的学历当个家庭教师辅导小学生功课，绝对值这个价。房子过户，你不归还我的装修费，我绝不同意你把房子过户给你姐。你真要那样做，那咱们离婚。离婚，你也要把装修费还给我。1个孩子5000元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？离婚？你以为你现在还是18岁的年轻姑娘，嫁过人，生过孩子，又没有工作，离婚后你能不能养活你自己都是个问题。行了，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，要1万元那是不可能的，我顶多再给你3000块钱。没门！周红林气得想动粗，谁知道海玲忽然转过身来，见他高举着拳头，你敢打我，最好就把我打死，否则你永远别睡着。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有心事。战先生，还好你没有难缠的姐姐，你的家人修养都很好。上次见面，我知道你妈对我其实不太满意，但她待我依旧温和有礼。你奶奶他们就更不用说了，奶奶是你们家里对我最好的人。都说女人嫁人如同第2次投胎，嫁得好那是幸福一辈子，嫁得不好真的是哭天不应喊地不灵呀。姐要是受了委屈，你跟我说，我们去替姐出头，让周家人知道咱们的姐不是没有靠山的。这样看着我，是在怀疑我说话的真实性吗？海童，只要咱们姐有理，我们都可以替姐撑腰出头。父亲说，只知道欺负老婆的男人不是好东西。战先生，我想靠一靠你的肩膀。战印犹豫，就靠一下，又不会占你太多的便宜，有靠山的感觉，真好。他忽然就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脸，战印瞬间就弹跳开来。海童，请你时刻记住我们的协议内容，不要越界了。战先生30岁了，还没有和女性如此亲密接触过吧？摸一下你的脸而已，反应这么激烈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怎么样你了呢。
战先生要是觉得吃亏了，要不我的脸让你摸回来，你摸2下都行。你现在心情好了吧？还不错，比刚才好多了。你这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战先生的夸张手法用得很好，达到了纯火炉青的地步。很晚了，早点回房休息，别又在这里睡着了。晚上挺凉的，感冒了，难受的是你自己。怎么一脸欲求不满的样子？怎么还没有哄住嫂夫人？就你这性格，必定是没有哄住。我们好得很。那你干嘛一脸的欲求不满？你哪只眼看到我一脸的欲求不满了？我就2只眼，2只眼都看到了。占运，我让人送早餐过来，你用过了吗？等会儿一起吃吧。我是个有老婆的人，每天起床，他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，要回公司才能叫人送早餐过来的，那是单身狗。我让你办的事办成什么样了？等会儿送到我办公室去。我办事，你还不放心吗？早放你办公室了。好。看完了海家人的资料后，战印更觉得他们的无耻可憎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。战总，商小姐又来了，这次请人送来了一车的鲜花，借此向战总你表达他心中的爱意。保安都是吃闲饭的吗？放任着别人在我们公司门口扔垃圾。商小姐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很快商无痕也来了。大哥，我喜欢战印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他，我都暗恋了好几年，现在鼓起勇气表白了，你总得让我去追求的，万一他也爱上我了呢？给我上车，开车。你闭嘴！哥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战印不适合你，叫你死了这条心，你是听不进去是吗？我也想死心的，可我花了几年时间都没办法死心，我那是不甘心，爱就爱了，大胆说出来有什么错？你不让我去努力一下，尝试一下，怎么知道最终结果？战印什么脾性你不知道吗？你连他身边3米以内都进不去。他现在没有爱上我，等他爱上我了，就会为我破例的。小费，哥认识很多优秀的男儿，听哥的劝，不要再想着战印了，他是真的不适合你。那家伙的心是铁打的，不是一般女人能融化的。就算有人能融化他的心，那个人也不会是你。不要再做出这种让人看笑话的举动了，你不怕丢脸？你哥我还要来呢。丢什么脸？我就是表白而已，这些招数哥应该很熟悉才对。我大嫂当年不就是凭着这些招数，最终拿下了大哥吗？看大哥现在把我大嫂宠上天，可见女追男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彤彤，你快看热搜，有什么大新闻？有人向战家大少爷表白了。哦，公开表白，大胆追求战少的女人也是来头不小呀。海童，你猜猜看是谁？反正不是你，也不会是我。天大的八卦新闻，你怎么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是商氏集团老总的亲妹妹，唯一的妹妹呢。商氏在咱们宛城那是仅次于战氏的大集团，就是2家关系不太和睦。没想到商小飞居然看上了战少，还大胆的表白，公开的追求，不愧是商氏的千金，就是有底气，有勇气。上次我们还讨论了战少，怀疑他有问题，商小姐追求他不会有结果的，让商总去追求战少，说不定还有个结果。战少要是个有问题的，那商小姐一片痴心就要付之东流了。难得有人敢公开向战少表白的，没个结果，让人好生失望。话说，战少真的有问题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小军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吓我一跳！可恶，太可恶了！彤彤，你快看看这条热搜说的是不是你和海玲姐？他们指名道姓，还放上了一张相片。我看相片上的2个女孩子像你和姐妹俩，她们居然说你姐妹俩不孝，不认亲人，只顾着自己享乐，连奶奶患病也不闻不问，10几年来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，说什么老人家生病就是思念你们这2个孙女的缘故。闻言，海童迅速地拿过手机，看着好友说的那条新闻。海童看完后气得掉眼泪。彤彤，你还好吗？这时海童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彤彤，你看到新闻了吗？他们太可恶了。他们又不是现在才这么可恶，以前就是黑心肝的人。我现在就去网上解释。姐，你不用去解释，等这件事闹得再大一点，我们再回复，把他们的脸皮都撕下来。他们把我们姐妹俩的相片以及手机号码都公布了，我们也要做点功课，拿出点证据来，才能狠狠地打他们的脸。好，姐，这件事你不用出面，我来处理。你有杨洋，他那些水军丧心病狂的，对你和杨洋造成伤害。这几天你不要上网，你的手机可以先关机，或者你去换一个新的号码，我们用新号码联系。这是咱们姐妹俩的事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面对？姐，我比你更无后顾之忧，你不怕，但杨洋得保护好，他这么小，谁知道那些人会不会祸及家人？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现在就把手机卡取出去，重新买一张新手机卡，再与我联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你的店里。姐妹俩刚结束通话，
海玲就接到了丈夫打回来的电话。网上的新闻是你老家的亲戚写的吧？当初不是叫你和那些亲戚断绝往来吗？你自己怎么样？我不管，你别连累了我和洋洋。放心，我的事不会连累到你。当初他们那样对我和海童，就没有想过与他们联系，是他们厚颜无耻的赖过来，想让我们姐妹俩负责奶奶的医药费。海玲，你也写篇博文澄清一下，我帮你花点钱请点水军，把你的博文也退货，反驳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这般的颠倒黑白。这件事我和彤彤会处理好，你尽管放心，不会牵连到你的。要是他们把你扒出来，找你要钱什么的，大不了我们离婚，那样你与我没有关系了，他们就不会抓住你不放。海玲，你说这些话做什么？离什么婚？我主要是担心洋洋。他也想离婚，前提是等洋洋再大点了，不需要海玲细心照顾，他再和海玲离婚娶佳妮。行了，我先上班，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。咱们都在这里开店那么多年了，彤彤是什么品性的人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那网上是乱写的，颠倒黑白的。海童没有过多的解释，是沈小军见不得别人误会好友，极力的替好友解释。他把海家人当初是怎么对待海童姐妹俩的事情说出来，海童的人品那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待弄清原委后，他们气得骂街，个个都说要马上上网跟广大网友解释。就在这时，战印走了过来。彤彤，你家那位来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担心你，过来看看，看到你状态很好，我放心很多。你是请假的吧？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奖金？我在公司工作多年，大小也是个领导，上班是比较自由的，你不用担心会影响到我的工作，奖金再多都是身外物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走吧，我陪你回老家走一趟。小军，店里就交给你了，还有我姐过来时，你帮我安慰安慰我姐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让她不用担忧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战先生，你有认识干媒体这一行的朋友吗？有，你需要他们的帮助吗？我回老家一趟，是把我叔伯们的住房都拍下来，要是有第三方见证一下，更给力。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那些叔伯堂兄弟们到底在从事什么工作。我让朋友们帮你调查一下你堂兄弟们的工作以及收入情况，等你拍到他们的住房情况后，回城里了，你就把当年的事情全都写出来。要是你文笔不够用，我可以找人帮你代笔，你口述就行。还有我爷爷奶奶当初分走我爸妈的赔偿款时，跟我们签的协议，一式3份，村委会那里有1份，我姐妹俩这里1份，还有他们那里有1份，把那份协议也发到网上去，谁对谁错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村委会那一份，要是村委会肯帮你发到网上去，更有说服力。我和我姐离村甚久，又不在那里生活，他们不可能帮着我们的。我爷爷说我二堂哥年收入100万，一条村都是一个家族的，他们又混得极好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村委会是偏帮着他们的。战印没有说话，他决定等会儿到了服务区就停一下车，然后找个机会打电话给苏南，让苏南帮他把这件事办好。战先生，谢谢你。现在我们还是夫妻，夫妻是一体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多少夫妻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？咱们是闪婚夫妻，没有感情，婚后也才10天半个月的，你都愿意与我一起面对这件事，我就很感激你。我姐和我姐夫是多年同学，又相恋多年才结婚，有了儿子。知道我姐妹俩被人送上热搜后，还是负面的热搜，我姐夫的态度就不是很好。海童，你不能拿你姐夫来和所有男人对比，那样对其他男人是很不公平的。千人千面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也是。前方有个服务区，你要上洗手间吗？我的车也要加点油。好。苏南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要让海家村当年的知情人替海童说话。放心，这种小事情我打个电话出去就能办妥。嫂夫人打算怎么做？准备好充足的证据，证明他们都是有能力支付医药费的人，再拿出当年签的协议，以及当年他们是如何对付姐妹俩的证据，有村民替他们说话，这件事便能彻底反转。嫂夫人倒是挺冷静的，思路清晰，有理有据，有你之风。她怎么就有我之风了？她是你老婆呀，你们相处时间长了，她不就受到你的感染，变得成熟沉稳，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？怎么夸她聪明冷静，你还不高兴了？还是你想到其他方面去？帮我派人去医院看看海家老太太现在什么情况。知道了，我帮了你这么多忙，等你回来后，我能休假1周吗？顶多休假1天，你要是休假1周，外界的人会怀疑你要被我炒鱿鱼了，商无痕还等着撬我墙角呢，怕他撬了个空，恼羞成怒了，所以你只能休假1天。当然，你要是需要去相亲、闪婚，我可以多给你1天假。你是海童吧？阿玉婶，是我。你回来了，走去家里坐坐。听说你奶奶生病了，说要去市里的医院治病，你爷爷他们浩浩荡荡的送着你奶奶去了市里，他们都开着小车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陪着你奶奶去喝喜酒呢。
平时不见他们那样积极，你奶奶一生病就积极起来，做样子给我们大家看看而已。阿玉婶，他们平时不理我爷爷奶奶吗？他们也就是逢年过节来看看你爷爷奶奶。你爷爷有退休金，加上当年分走你爸妈的那大笔钱，你爷奶吃穿用都不愁。听说他们存款现在有30-40万呢。村里那几栋小别墅都是你叔叔伯伯的，他们几家是我们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了。你爷爷平时最喜欢吹他的儿孙多么有本事，要不是当年这位是你男朋友吗？这是我先生，姓战。你嫁人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最近才领的结婚证，还没有举行婚礼。好，你爸妈泉下有知，也能安息了。你爸妈那么好的人，却早早就走了，你们姐妹俩又被他们欺负得太狠。我总想着举头3尺有神明，什么时候神明替你们姐妹俩出气啊，让他们不得好死。战印不说话，全程手机都在录音。海童，知道你姐妹俩现在过得不错，我也放心了，就是你得小心点，别让你爷奶他们知道你们过得不错。现在你奶奶病了，听说是肝癌早期，要做手术，估计要花上一笔钱。以他们的尿性，一旦知道你们过好了，肯定会厚颜无耻的叫你们姐妹俩出钱的。他们哪一家不比你们有钱？就算他们叫你们出钱，你们也不要给。当年他们说过的，只要把你父母死亡赔偿金分给他们一半，他们生不用你们姐妹俩养，死不用你们姐妹俩葬的。再说了，你奶奶儿女还有一大堆呢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们姐妹俩来出这个钱。你只要记住，在你父母刚死，尸骨未寒，他们就瓜分你父母的死亡赔偿金，不养你们姐妹俩，霸占你们的房子、田地，连上坟都不让你们去给你爸妈上坟，不出钱也不用觉得愧疚。就是他们太过分了。战印把这些人说的话都录了下来，还把热搜的事告诉了村民们，并告诉他们会把他们刚才说的话当成证据进行反击。村民们得知战印录了音，想着既然都要得罪海家人了，干脆就做个好人。于是大家又说了很多海家人当年做过对不起海童姐妹俩的事情，都让战印录下来当成反击的证据。志明呀，你不是说你的办法很好用的吗？怎么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见海童姐妹俩送钱过来？你奶奶过2天就要做手术了，手术费、后续的医药费可得花上10几万甚至好几十万呢。2个死丫头在市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肯定都混得不错，这笔钱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出。渊爷，你放心，已经有效果的了，我请朋友帮我忙，现在还在热搜上，热度不退，很多网友都在骂他们不孝，骂他们白眼狼，说爷爷奶奶养条狗都好过养他们呢。我让老二再写一篇后续博文放上去。他们会不会上网解释？谁信他们呀？我们请了那么多水军带节奏，不停的爆料，他们一冒头就会被愤怒的网友们骂死。志明，你用奶奶的手机再打电话给海童，如果他不想被骂死，就送钱过来。海玲嫁了人，估计没多少钱，就咬死海童，让他出钱，叫他拿60万过来，你就把你写的那篇什么文删了，否则让他身败名裂，嫁都嫁不出去。渊爷，我们不要主动的，等他们主动来联系我们，这样才能达到目的。你们用的相片可能让人无法认出他们来，那是10几年前的相片了。上次看到海玲的时候，那死丫头是越来越像她妈妈，海童倒是像起他爸。我们唯一的一张相片就是这张了，他们长大后都不与我们联系，哪来的相片？怎么回事？这排名怎么往下掉了？热搜排名掉了，是不是海童他们解释清楚了？不是，是原本就压在我们前面的那条热搜，不满我们这一篇博文分走了网友的注意力，打压我们。那条热搜是管城首富战少与伤势千金的八卦新闻。别想了，先吃饭吧，吃完饭我们再去你姐家。好。这时战印的手机响了起来。阿印，你和彤彤在一起吧，彤彤手机关机了，你把手机给他，让他听听电话。奶奶，海童呀，奶奶现在才知道你遇到了点麻烦，怎么样？需要帮忙吗？尽管跟战印说，他在职场多年，认识的人很多是大老总，处理这种事情那是得心应手，容易过吃饭。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你们是夫妻，那小子要是连这点小事情都不帮你，等他回来我揍他。奶奶，我没事，你也说这是一点小麻烦，我能处理好。不过战印也帮了我不少忙，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我，算那小子有点良心和担当。彤彤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回老家一趟，收集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证据。姐，你还好吧？我这几年在家里带娃，几乎与社会脱了节，没什么交际，倒是影响不大。把手机号码一换，变安静了。那些网友骂我们骂得很厉害，说我们是白眼狼，
爷爷奶奶含辛茹苦养大我们，现在我们有出息了，就不孝顺老人，连老人家生病住院，我们都不去探望，说我们无情无义，对不起老人家，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母。姐，不要去看那些键盘侠说什么，他们不明真相，见风便是雨，被利用了还不自知，以为自己多么的正义，多么的有善心，却不知道他们就是别人手里的棋子，用来伤害无辜的人。我陪你回老家的时候，在服务区打过电话，拜托与我们公司有生意来往的一位苏总帮忙调查了一下，他告诉我，你爷爷奶奶那边好得很，你叔叔伯伯、堂兄弟们都住进了离医院不远的酒店里，他们这样做，无非就是想逼着你们出钱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钱。我也认识不少干媒体这一行的，他们怎么对你们，我们就怎么还给他们。很快，不孝孙女回应热议这条新闻，在战印的操纵之下冲上了热搜。志明，现在怎么办？全是骂我们一家人的，其他的可以不管，但志文的工作一定要保住呀！那些可恶的网友居然还去商事集团官网底下留言，说要开除志文。志文的工作最重要，要是因此害得志文丢掉了工作，我跟你没完。二叔，志文在那公司经营那么多年，深得他公司总部的信任，不会因为这一点事情就丢掉工作的。到时候我澄清一下，这件事与志文无关的就可以了。那两个死丫头也太狠了点，不给钱就不给钱了，何必对我们赶尽杀绝？现在弄得我们灰头土脸的。你们要那样做的时候，我就不赞成的。10几年前，爸妈和海玲他们签了协议的，说好了生不用他们养，死不用他们葬的。现在妈一生病，你们就连成一条心逼人家拿钱。爸妈又不是没有儿女了，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呢。妈生病了，这本是我们当儿女的责任，非要逼着海玲姐妹俩。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都还会咬人呢。海玲姐妹俩可不是兔子。3年前你们去要彩礼的事不记得了？从我三哥三嫂走后，你们是怎么对海玲姐妹俩的？心里没点数吗？以为凭着你们写篇博文，颠倒黑白，就能道德绑架要道歉了？你们也不想想，他们一旦反击，是你们损失大还是他们损失大？他们就姐妹俩，我们却是一大群人。现在怎么办？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海童，让他把博文删了呗，否则影响越来越大，我们所有人都讨不到好处，还会损失惨重。我再写一篇博文，以爷爷奶奶的名义向海童他们道歉，然后打亲情牌，说爷爷奶奶知道当年错了，现在后悔了，年纪又大了，更得了绝症，想见见孙女，才会用那种极端的偏激的手段。想让我向他们道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当年签了协议，难道我就不是他们的亲奶奶了？亲奶奶生病了，他们不该来看看，不该给点钱给我看病吗？你们不要去看网上的评论不就行了？那些网友还能把我们都吃了。海童，你要请什么人来吃早餐吗？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？没有请客，就咱们俩吃的。今天的太阳莫不是从西边升起来的？对对对，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的。你起来晚了点，没有看到那天下奇观，太可惜了。战印被他俏皮的话语逗得一笑，笑过后马上又绷起了俊脸。战先生，我能不能亲你一下？战先生笑起来很好看，让我心痒痒的，真想搂住战先生，狠狠地亲上几口。海童，你的脸呢？我的脸在这啊，咱们是夫妻，我才说这样的话。话说，咱们是合法的夫妻，就算我亲你一下，也很正常吧？闻言，战印本能地后退了几步，他会有这举动，还是上回拜海童所赐。这个举动逗得海童哈哈大笑，见他笑得猖狂，战印来了气，直接跨上前去，低头就堵住了他的嘴。在他笑声止住后，战印才松开了他。嘚瑟过头了，是要遭报应的。海童没有胆子真的去亲他一口，反被报复回来，只得悻悻地在他的对面坐下来。今天忽然做这么多好吃的，感谢我昨天帮了你的忙。明知故问。其实我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，怎么说你都是我妻子，你丢脸了，我的脸也不会好看。当然你知恩图报，我还是很开心的，有口福了。买车的钱不用再转给我了，我不会收的。给你买车也是为了我的面子好看，我平时工作忙，偶尔也需要带着太太去应酬的。要是让人知道我太太还要骑辆随时都会断电跑不动的电瓶车，我的脸不好看。那不是你赔礼道歉的吗？多重意思。既然你送我一辆车，那你不用再给家用了。你奶奶那边暂时不用理他们，等他们撑不住了，自然会向你道歉的。还有你爸妈当年留下来的房子，你们姐妹俩去打官司，不能全部要回来，也要让他们折现给你们一半，占着你们的便宜，还要咬你们几口。这样的人不必心慈手软。等我奶奶做完手术出院后再打官司要回我爸妈的房子，我一会把很多动都没有动过的给你打包好，你带到公司，饿了就吃，免得浪费掉了。我现在已经吃饱了，不用再打包。那我打包带到店里去，小军喜欢吃我做的早餐，
还有念生也是，他上班时总会路过那里，等会我就发信息给他，叫他今天顺路过的时候进我的店里帮忙吃一点。给我吧，我二弟和我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我给他带过去。以后就算要感谢我，也不要做这么多吃的，就咱俩又不是猪八戒，能吃多少？是一晨吧？那你给他带过去。好。大哥，你这是给小弟我送早餐来的吗？你大嫂知道你和我同一间公司上班，就多做了点早餐，让我给你送一点过来，不要老是在外面吃，不卫生。上次尝过了大嫂的厨艺，我还回味无穷了好几天呢。你大嫂感谢我帮了她的大忙，今天起了个大早，给我准备了丰富的营养早餐，我吃不完，才给你打包了一点带过来，让你尝尝。大嫂敢让大哥给我带过来，肯定是没有吃过的吧？哥，还有事吗？咋地？哥亲自给你送吃的来，就心急的赶哥走了。你这盆工艺品和奶奶显摆的那些，好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呢。大哥好眼光，这是我大嫂亲手编织的工艺品。那天我去大嫂的店里接奶奶，大嫂恰好在赶着货，便送了我一盆发财树。大哥，奶奶喜欢大嫂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大嫂真的心灵手巧。你慢慢吃，吃完了就做事，别偷懒。我听我姑姑说，商小姐看到与你有关的那条热搜，分走了网友们的注意力，老大不爽，便暗中使力打压，就把那条热搜压下去了。这么说，商小姐间接的帮了我的忙。我们也就是八卦一下而已，就算战嫂真有问题，商小姐能知道吗？战嫂身边从来没有年轻女性，谁知道她到底有没有问题？反正那别人家的事，我们这些人大概是一辈子都到不了战少跟前的。偶有八卦，听几耳朵便是，不必花心思放在那事上。阿姨最近不逼着你相亲了？暂时没有了，可能是我姑姑说了什么吧。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又得被我姑叫去参加宴会。海童呀，那种事别再找我，我不感兴趣。那么多美食，咱们就是去吃美食的。我也吃得起。彤彤，咱们是好朋友，好闺蜜，我是但凡有好事都带着你的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过几天我姑姑要是通知我去参加宴会，你就陪着我去，咱们多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，也能开开眼界。小姨，洋洋姐你怎么过来了？在家里无聊，便过来看看。洋洋也吵着要来你这里。都10点多了，姐不用做饭吗？我帮她洗好了米，放好了水，电饭煲的插头也插上了，等她回来自己按下煮饭键便行。菜我也都洗好放在厨房里了，她想水煮也行，爆炒也行，随她。海玲姐，你这是做一半留一半 AA 制嘛，自然是什么都要一半一半的。我都做完了，算什么 AA？ 她想要 AA 就 AA 了，以为 AA 仅是花钱上呢，都是我婆婆和大姑姐挑唆的。她又太偏信她的家人，上次海童和战役买过去的礼品，我当时因为 AA 制的事，就把礼品都拿回我的房间。我隔天起来的时候，礼品全都被他们拿走了。多数当父母的都喜欢补贴儿子，怎么到了姐夫这里，却是从儿子这里要好出去补贴女儿的呢？女儿要是过得很困难还说得过去，又不穷，他们也有房有车有存款。姐，你现在就开始去找工作，洋洋可以送到我这里来，我白天帮你照看着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以后你和姐夫真过不下去了，争洋洋的抚养权，你也有底气。要是没有收入来源，你拿什么和人家争抚养权？再熬2、3个月吧，很快就过年了。过了年，洋洋又大一点了，把他送到幼儿园去。下午你去幼儿园帮我接一下他就行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也气得半死。我那个大姑姐跟你姐夫说，要把他大的2个孩子转到市里来读书，住在我家里，叫我帮他接送孩子上下学，给孩子做饭，还要辅导功课，这是把我当成免费保姆了。他的态度也让我心凉得很。你姐夫再这样拎不清，我和他的婚姻很快就会走到尽头。这时海童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战印打来的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战先生，怎么了？你老家的亲戚有没有联系你？他们给我发了很多信息，我看了几条就没看了。他们要求我删掉回应热议的博文，可以不用我们出钱，话里话外不觉得他们有错，还骂我赶尽杀绝呢。不用删，就让广大网友好好的看看他们的嘴脸。我不删，这一次我非要他们低头，公开向我姐妹俩道歉，并保证以后不再拿捏我们，免得以后遇着点什么事又来一次这样的手段。经过这一次，他们应该不敢再折腾。你平时中午去哪里吃饭？你想请我吃饭？你要是有空，我就请你吃饭。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感激不尽，无以为报，只能请你吃饭了。不过你别挑太高级的饭店，我怕我请不起。你真想请我吃饭？晚上早点回家，亲自下厨给我烧一桌好吃的就行。那行，我今晚早点回家买菜做饭，等你回来吃。辛苦你了。你家那位找你，上班时间还给你打电话，想你了吧？他是问我老家那些极品有没有联系我。我姐呢？
海玲姐去买菜了，说是中午在店里做给我们吃，她也是把你的事放在心上了。彤彤，你和战先生或许真可以试试的。相处的时间长了，是觉得他不错，顺其自然吧。小军，你说送礼物给男人都送些什么？你想送礼物给你家那位？他帮了我那么多，我心里感激，便想表示表示。你想想他喜欢什么就送什么给他吧。问题是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呢。你问问战奶奶不就知道了。彤彤，战印特别喜欢的东西不多，你也不用太在意，就随便给他买身衣服就行了。他穿的尺码，奶奶也告诉你。万一我买的衣服他不喜欢呢？你送了就是你的心意，他穿不穿是他的事。不过我觉得他肯定会穿的。姐，你回去后，姐夫可能又会跟你吵架。我敢做出来就不怕和他吵架。彤彤，要是有一天姐真的跟你姐夫离婚，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你可得帮帮姐姐。放心，姐一定能重新站起来的。姐，你说的哪里话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不管你做出任何决定，我都坚决站在你这一边。连战印都说过，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战印就很不喜欢和姐夫打交道。战印很好，你好好珍惜，好好经营你们的小家，别涉上姐的后尘。姐最后悔的就是听了你姐夫的鬼话，信他会养我，离开职场回归家庭，结果男人说我养你都是鬼话。姐，我会的。送姐姐到家后，海童坚持要送姐姐上楼。你死去哪里了？现在才回来？我以为彤彤来了呀。姐夫还没有吃饭。彤彤，你看看你姐，就是在家里带个孩子，其他事都不做。我上班回来还得自己做饭，这有老婆跟没老婆有什么区别？姐夫要与我姐 AA 制，我姐现在没有工作，在家里带着你们俩的孩子，姐夫都这样做，我姐有老公和没老公又有什么区别？姐夫老是说我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我姐今天不就什么都不做了？哦，我姐还做了一半，至少她买回了菜，洗了米，放好了水，你只需要做余下的那一半就行了。姐夫以为你们家天天都干干净净是扫把自己长脚，自己扫的地吗？洋洋还小，玩玩具的时候喜欢弄得满地都是，他还不会自己收拾。姐夫不会以为那些玩具都是自己长脚自己收拾的吧？还有姐夫吃的喝的用的，不说别的，仅是你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，难道不是我姐洗的？你每天的三餐不是我姐做的，总是嫌我姐现在不赚钱，没有收入了。如果不是我姐在家里打理着这个家，姐夫能无后顾之忧在公司认真做事吗？这个家是你和我姐共同经营的，你主外，我姐主内，你们俩都在为这个家付出了，不能说我姐没有工作就没有为这个家付出。事实上，我姐比你上班还累，要不你和我姐调换一下位置，你在家里洗衣做饭带娃收拾屋子，我姐去上班。周红林被海童反驳的都说不出话来。海童，我就是说了一句，你就说了那么多句，好像我虐待了你姐似的。你店里不忙，要是生意不好赚不到钱就别开了，找间公司上班去。战印不是在大集团上班吗？叫他帮你安排进他们公司，一个月拿个几千块钱也好过你开店。不用姐夫替我的钱包操心，我的收入够我吃喝，还略有剩余。我去炒菜。彤彤，你姐夫他是听不进去那些话的，也别担心姐，姐要是死心了，自会保护好自己。你要去给战印买礼物，快去吧，放心吧，姐姐没事的。姐，那我先去买东西了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，要是他敢对你动手，告诉我，我绝不许任何人动我姐姐。海童走后，周红林的怒火飙上来，怒气冲冲地回到房里，然后就朝海玲拳打脚踢。